8月13日，离婚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草案公布之后，结婚登记不再需要户口簿，登上热搜第1名。我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实行了一个什么离婚的条例，叫做离婚冷静期，意思是说两个人去离婚的时候，得先去一趟，告诉民政局我们要离婚了，然后回家去冷静1个月，然后再去一趟，这个婚才能离成。这个离婚冷静期还是挺贴心的，就特别像我们非常朴素的亲朋好友，主打一个劝和不劝离。我们民间好像也一直有这个劝和不劝离的传统，不是老有一句古话嘛，叫做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那你想离婚的时候需要30天的冷静期，让大家都彻底的冷静下来，放弃离婚的念头。这一次又加上这个什么结婚登记不再需要户口簿，就造成了一种结婚容易离婚难的局面。怎么说呢？我们这个结婚和离婚就像我们每天刷手机一样，你随便打开一个什么 app 就会跳转到京东、淘宝、拼多多。然后你离婚的时候呢，你需要一个30天的冷静期，你得邀请100个亲朋好友到微信群里面给你砍一刀，让进度条彻底走到100%，你们才能确定离婚。为了充分学习这个草案条例，我在这里大概罗列一下，一共有3个看点需要我们慎重的对待。第一个看点，结婚和离婚登记不再需要户口簿，登记取消地域限制。第一个看点比较好理解，不要户口簿，省一道手续，我们拿着身份证直接去登记就好了，而且是在全国的任何地方。那比如说在外面打工的这些年轻人，结婚就不需要再额外的花路费回到家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可是呢，这个看点1却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默认为不需要户口本，自己的姑娘容易跟人私奔，而且大概率会碰上渣男。当然我也能理解年纪比较大的这些父母们，自己有一个姑娘，结婚的时候都不通知自己，然后自己拿着身份证就能去登记，那这跟办一张银行卡或者去网吧上网其实是一样的事情。结婚如果变得这么容易的话，那这个姑娘不是白生了吗？但是我还是要多说一嘴，关于姑娘是不是白生了，这个问题倒不用那么上头，因为大家在讨论姑娘是不是白生的这个问题上，后面考虑的算的都是经济账。我在之前做彩礼和婚姻的节目当中屡次的提到过，女性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实际上是被当作财产的。那么当姑娘不需要户口本，不需要通知父母去结婚的时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财产对于家庭的背叛，那这个在中老年的群体当中肯定是不受认可的。但是我们要理解，中老年对于不要户口簿就能结婚的这件事情的愤怒，本质上还是因为贫穷，因为要把女儿当做自己家里面的一部分财产。这里面爱的成分也是有的，但是占的比例并没有大家所陈述的那么多。虽然结婚是2个个人之间的事情，不是2个家庭之间的事情，但我还是觉得结婚这件事儿尽可能的要去通知家长，让他们一起来见证我们的婚姻和幸福。毕竟我们中国人有这个阖家欢乐、共享天伦的传统。至于说什么结婚的时候必须得要户口簿，必须得通知父母，才能防止渣男渣女去骗婚的这种言论，我其实觉得并不在我们今天结婚的这个讨论范围之内，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民事或者刑事诉讼的范畴了，它属于犯罪啊，这跟户口簿简化程序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大的联系。条例草案第2个看点，明确可以撤销婚姻以及3类不受理婚姻登记的情形。情形1，未达成离婚协议的；情形2，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形。第3种，结婚登记不在中国内地办理的情形。这个看点2比较难理解，我在这里一条一条来解释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未达成离婚协议的，就是夫妻双方没说妥，那肯定不能给你发离婚证书。不在中国登记结婚的人，也不能在中国来离婚。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较少的，毕竟没有多少人拿着中国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去国外登记结婚的。最难理解的属于第2种情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定义是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不能辨别自己行为的成年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被定义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我对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理解大概就是未成年以及有精神病史的一些患者。当然这个具体的操作和定义是哪些人群符合，哪些人群不符合，我希望还是要有一些专家来给我们解释解释。第3个看点，对离婚冷静期作出细化规定。冷静期期间，任何一方可申请撤回离婚申请，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予以现场登记，发放离婚证。这个看点3对于离婚冷静期的细化规定，实际上就是这一次的重磅炸弹。啥意思呢？就是在离婚冷静期的期限以内，如果说财产、子女以及双方心理上没有达成一致的话，那你这个婚理论上来说是离不成的。夫妻双方都可以单方面申请撤销离婚的决定。以往我们离婚的时候都觉得是孩子这个事情是非常难办的，孩子到底跟男还是跟女？但是你看他离婚冷静期的细化规定里头有一个对于债务问题需要达成一致的规定。根据我们之前所做过的节目，中国目前有7.8亿到
8亿人有负债。那么这7.8亿到8亿人当中，有多少人是有婚姻存续的状态呢？我相信是非常多的。那么不难想象，在这个新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出台以后，夫妻双方的负债问题将变成他们离婚最大的障碍。我觉得这个离婚冷静期的细化规定还是挺聪明的，而且透露着一种对于我们现实社会非常了解的那种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夫妻离婚不就是因为经济原因吗？男的责怪女的不挣钱，只会在家带孩子，做饭也不好吃；女的责怪男人没本事，挣不来钱，还整天一副直男大爷的样。然后闹到民政局去离婚的那一天，才发现，两个人关于分割财产的这件事情又闹得不可开交，到头来大概率会因为负债的问题，这个婚他就离不成。你看，一头是因为负债要离婚，另一头是因为负债离不成婚，这完美闭环呀！离婚嘛，各自负债；不离婚嘛，共同负债。那大部分人经过这个离婚冷静期之后，肯定还是选择把这个鸡飞狗跳的日子给他继续过下去。到了这一步，这份婚姻登记条例的预期效果也就达到了，把离婚率给它打下来，顺便把结婚率给它提上去。那么问题来了，2021年刚刚推出30天的离婚冷静期，2024年又紧急推出了这么一个婚姻登记条例的修正草案，难道民政部门就这么关心我们的婚姻幸福和婚姻健康吗？其实不是的，原因是我们的结婚登记人数在2023到2024年这2年之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民政部官网8月2号发布了2024年2季度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43万对，离婚登记127.4万对，而在2023年的上半年，全国共办理结婚登记是392.8万对，办理离婚登记的是131.7万对。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的对数比去年的上半年结婚登记的对数减少了50万对。也就是说，在今年2024年，大家都不愿意结婚了。那么大家都不结婚，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首先，减少了50万对的结婚登记，意味着全国将会少出售50万套房产。其次，将会减少50万个即将出生的新生儿，而买房和养娃以及后期的教育又是我们整个消费的支柱。所以问题显而易见，你不结婚，我不结婚；你不生娃，我不生娃。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维持世界第2大经济体？可能大家对这个上半年结婚登记对数343万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我们在这里去跟前些年的数据做一个比较。201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1346.9万对，2014年开始逐年下降，后面在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021年跌破800万，到了2022年直接降到了683.5万对，跌破了700万对的大关。但是这个数据到了2023年突然就提升到了768万对，结束了连续9年的下滑。这是因为在2020年到2022年3年疫情期间，许多情侣被迫推迟了婚期，直到2023年，前面那些没有结婚的情侣在这一年就出现了补偿性或者报复性的结婚潮。再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2024年上半年的结婚对数的下降，就侧面证明了疫情之后的补偿性结婚潮已经退去。根据人口学者何亚福的推断，2024年全年的结婚对数将有可能止步在660万对大关，因为根据他的统计，一般在前半年结婚登记的人数会相对较多，而后半年的结婚登记人数则会略微的减少。而这个理论上所推断出的2024年结婚登记对数660万，将会成为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看完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结婚登记对数自从2013年达到峰值之后，此后一路下降。如果刨去2023年短暂的因为报复性、补偿性的结婚潮造成的影响之外，结婚登记对数从2013年到2024年已经连续下降了11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结婚登记对数持续下降呢？简单来说，有3方面的客观原因。第一呢是人口数量的下降，第二呢是适婚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衡，第三个普遍的初婚年龄推迟。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中国人口数据的概念大概有3个阶段。00年代号称我们有12亿人，10年代有13亿人，到了20年代中国有14.1亿人口。但是如果稍微做一点点功课，细致的去刨根问底一下，你就会发现，虽然我们的人口总量在增加，但是年轻人的数量一直都在减少。根据前2年刚完成的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80后大概有2.15亿人，90后有1.78亿人，而00后直接下降到了1.55亿。80后的大部分人现在肯定都已经结婚有娃了，90后、00后则是现在的结婚主力军，而他们的人口数量一直都在下降，那么结婚对数也会相应的跟着一起下降。关于适婚人群性别比例失衡这个事儿，我在彩礼的节目当中很多次都提到过。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00后的男生总数比女生总数多出了将近1300万，每一个年龄段的男孩数量要比女孩多出130万。而根据近年来的统计大数显示，20到40岁的适婚人口当中，男性比女性多出总共1752万人，1752
32万的男性无法匹配到适龄结婚的女性，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欠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下不仅影响着全民的婚姻观念，在未来也将影响我们的人口发展趋势。第3个影响结婚数量下降的原因是初婚年龄的推迟。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中国平均初婚年龄男性是25岁半，女性是24岁。可是到了2020年，这个初婚的平均年龄，男性涨到了29岁半，女性则涨到了28岁。在这个初婚年龄推迟的事儿上，我们跟整个世界其实是接轨的。离婚率的走高与文明程度正相关，初婚年龄的推迟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事儿，前些年有一个专家为了解决大龄剩女结婚的问题，出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主意，是说所有的女性都不应该接受过多的教育，这样就能保证她们在适婚年龄顺利的嫁为人妻，早早的就为祖国生下明天的花朵。不过这个专家的建议后来也遭到了全网的讨伐，因为所有人的婚姻观念都已经在这2年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所谓的4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娃、不买房，每一个事情都跟我们的结婚登记对数直接挂钩。除了以上3个客观原因直接影响结婚登记数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高昂的结婚成本。除了老生常谈的彩礼问题，喜酒、婚纱、购车、购房，每一项都是非常庞大的开支。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来说，结一场婚就要拿出所有的家底去赌一把。这2年还频频传出农村地区有非常多的骗婚新闻，骗子其实就是看中了大家愿意为结婚这件事情付出高昂的成本。我们以前经常在电视新闻当中看到打苍蝇、打老虎，治理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问题，但是实际上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天都在举行的红白喜事儿，实际上也是铺张浪费的重灾区，堪比底层的腐败。好，我们总结一下，2024年预估结婚登记对数只有660万，那么在理论上就意味着2025年新生儿的出生人口数量只有660万。当然，这只是一个预估的保守数字，因为还有生2胎、3胎的家庭，以及此前结婚但还没有生育的家庭。从结婚登记对数逐年下降反推回去，再看我们开头所讲的那个婚姻登记条例，不难猜测民政部的终极目的，它就是要解决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至于简化结婚流程、增加离婚的手续，我是一半赞成，一半反对。因为对于这件事情，理想的状态就是既简化结婚流程，也简化离婚流程。你这样做，结婚和离婚这件事儿不仅变得简单了，反而有可能增加大家结婚的意愿。不过我认为，就算在婚姻登记条例当中做文章，人口出生率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也不会有实质的改观，甚至有可能婚姻登记的对数也会因为这个草案的执行变得更低。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